没有路了。于北堂跨过水渠，一脚踏进稻田地里。操，跑地里去了！粗鄙而陌生的嗓音，比田地里呼啸的野风还响亮。于北堂踩着狭窄的田埂疯狂奔跑，突然脚下一滑，踩进泥泞的水稻田里，鞋陷住了。他丢掉鞋，赤脚继续跑，白色裙摆在青翠中飞扬。跑了许久后，耳畔只剩风声。他回头，连成片的水稻随风波动，如浪波澜起伏，翠绿间空无一人。那些人没追来，他不敢停，一口气穿过田地，奔过一座小桥，躲到一棵树后，探头向回张望，再次确认那些人没追过来，才转过身，倚靠树干缓出大口气。沾满污泥的白鞋和一只赤脚在青青草地上格外显眼。他走到河边，洗干净鞋和脚上的泥，没了污泥的粘裹，脚底赤红的伤口显露出来，不知是什么划伤的长长一道。刚才未觉得痛，这会儿痛感明显。若在赤脚行走，伤口怕是要感染。他脱下另一只脚上的袜子，穿到带伤的这边，就这样一边穿着鞋，一边穿着袜子，一瘸一拐地走回河岸上。周围一片田野，荒无人烟。回眸，田埂已淹没在郁葱葱的稻浪中，找不到踪迹，也寻不出来时的路。前方一座墙面发黑，管道纵横交错，生满锈的废弃工厂。于北堂迷路了。出来丰序县，他只认识父亲一人，拨电话过去求助，那端提示暂时无法接通，联系不上人，只能等待。他靠着树干坐在地上，百无聊赖地等着。手机一震，立刻拿起，屏幕上显示的却是表哥陈希平。在那边怎么样？还习惯不？那些人的身影浮现眼前，于北堂耷拉下眼角，叹口气，手指飞快地按着手机屏幕。挺好的，陈希平，坚持一下，高考后我马上去接你。于北堂，不用担心。陈希平，向前看，别想太多，类似的安慰。于北堂听过太多，麻木地回，好。陈希平，毛毛在新主人家很好，不用挂念。毛毛是于北堂家养了5年的比熊犬，几天前还躺在他怀里撒娇，现在想见他只能看照片。近2年，毛毛被母亲喂成胖子，抱在怀里像玩偶。他划开手机屏幕，浏览着一张张照片。母亲抱着毛毛出现在屏幕的刹那，他仿佛咬碎一块柠檬，鼻尖都是酸的。那天，母亲坐沙发上抱着毛毛看电视，他随手拍下这张照片。短短数日，照片上的人和狗都离开了。这段日子，他失去母亲，家里破产，被迫回原籍寄宿在父亲家。刚来第2天，又遇见流氓围堵，他趁小流氓们不注意，推开人狂跑才躲过去，却因此被困在荒郊野岭。接二连三的糟心事像捅了霉运的窝。在那废弃工厂里传出洪亮的喊声，像颗爆竹炸响寂静的田野，打断于北堂思绪。他锁掉手机，抬起头，锈迹斑斑的铁门敞向两侧，正对大门的是一排没有门窗的厂房，距离远看不见里面的人，只能听见断断续续的喊声。他就是林廷岳。林廷岳来丰序县不足2天，他已经听过这名字数次。饭桌上家人聊，出门周围邻居谈，夜里同睡一间房的姐姐还在说，他从众人口中零零碎碎地拼凑出这个人。林廷岳高3在读，不会讲话，父母早亡没人管教，打起架不要命，又凶又冷，不爱理人，在县里几乎无人敢惹，却又因长相帅吸引了许多注意力。这些零碎的信息只能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具体长成什么样子想象不出。好奇心驱使他走进废工厂，躲在门边悄悄往里看。偌大的厂房只有角落里放着几台庞大机器，空荡荡的大厅，一群少年在打架，被围堵在中间的少年最高。他穿着黑衣黑裤，头戴棒球帽，帽檐下压遮住多半张脸，看不清五官，却出手敏捷，动作稳准狠。5个人没围他，反被打得吱哇乱叫。混乱中，一个倒在地上男生站起身，指着棒球帽少年怒吼：“林廷岳，你他妈等着，咱俩没完！”于北堂的目光又落到棒球帽少年身上，原来他就是林廷岳。喊话的男生手一挥，其余几人纷纷起身朝对面的门走去。半路，男生不知在地上见到个什么东西，抬脚狠狠踩下去，边撵边回头不爽地瞪了眼。林廷岳无动于衷，倒是他身边坐在地上的男孩骂了声，起身要追过去。林廷岳摁住他肩膀拦下。那5人走了，厂房只剩林廷岳和同伴2人，同伴没戴帽子，能清晰地看见长相。男孩右脸上一块不小的胎记遮住了阳光气质，似乎是打架累了。胎记男孩手臂一展，直接躺在水泥地上。林廷岳朝前走几步，
弯腰拾起地面上被踩过的东西，吹吹灰尘，若无其事地装进口袋，回到胎记男孩身边，拉他坐起，抬双手比了一段手语。胎记男孩手语回他。空旷的厂房里静静的，只有穿堂而过的风声。于北堂不懂手语，猜测他们在相互问候彼此的情况。聊完天，林庭月和胎记男孩站起身，朝于北堂所在的后门走来，速度太快，他没来得及闪躲，目光和他们撞了个正着，三人同时怔住。胎记男孩满眼新奇，偏头看林庭月，目光在问这是谁。林庭月摇头，脸回目光朝外走。路过于北堂身边时，看也没看一眼，不新奇也没兴趣，空气好似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胎记男孩则不同，他在于北堂面前停下。你是谁？从哪冒出来的？原来这个人可以讲话。于北堂答：我在这等人。胎记男孩环视一圈，在这荒郊野岭等人，等狼还差不多。我迷路了，等我爸来接。你爸是谁？这一片的人我都熟悉，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于北堂没细讲，直到我刚来，我就说嘛，我们县里没有长这么纯的女生，一时这话不太礼貌。胎记男孩道歉，抱歉嘴碎，习惯了。我叫范康。你好，于北堂。他的目光自然普通，没有一丝嘲讽或新奇。范康因脸上的胎记，出生就在异样的目光下长大，这样平等礼貌的谈话还是第一次。他收了好奇心，仔细打量起面前的小姑娘，皮肤白净，眼睛清亮，讲话乖乖的，很甜，像朵温室茉莉，一看就不是本地人。你从哪来的？于北堂，北川。滴滴滴，不远处摩托车鸣笛一声连着一声。范康充耳不闻，继续说：北川那么大的城市，来我们这干嘛？上学。又一声刺耳尖锐的鸣笛。于北堂看过去，林庭月跨坐在摩托车上，长腿之地，眸光不耐。他提示范康：你朋友在等你，不用理他。难得遇见没有歧视目光的人。范康不爱走，一女孩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很危险。你爸几点来接你？不说还好，一提于北堂倒真有些怕。我再给我爸打个电话。无法接通的提示音淹没在轰鸣的摩托车引擎声里。摩托车在范康面前熄火。林庭月抬臂，食指在手腕的表盘上敲敲，提醒范康赶时间。范康敷衍道：来得及。转头问于北堂：电话没打通？没。于北堂说。绯色帽檐朝于北堂缓缓扬起，露出双冷淡锋利侵略性极强的眼睛。于北堂礼貌的目光下藏有好奇，疏远着也不热。突然一撞，两人都没躲，相望几秒，黑色帽檐垂下，切断交汇的目光。于北堂终于看清林庭月的长相，他骨相绝佳，五官精致，是帅，但是眼神冰冷淡漠，气场逼人，脸和脖子有几处打架中留下的鲜红的伤口，衣服沾着少许地面的泥灰，像无家可归在外面争抢地盘的野狗，浑身透着股不好惹的生野劲。他敛回目光，答范康的话：我等会儿再打一遍，你们先走吧。范康，你一个人在这太危险，坐我们车回。于北堂看眼林庭月的摩托车，2个人可以坐，3个人会挤成汉堡，不太合适，而且也不了解他们。藏在黑色帽檐下的目光垂落地面，女孩一只脚有鞋，另一只脚是袜子，纯白的袜子沾上污泥，裙摆也溅上泥点，颇为狼狈。林庭月跨下摩托车，后腰轻倚车身，指了下范康，另一手弯曲食指，关节在发动机盖上重重一敲，示意范康骑车带于北堂回去。一辆摩托车坐不下3个人，林庭月的提议是个好办法。范康也想这样做，但他的车技术不允许。这条路荒废多年，路面坑坑洼洼，十分难骑，技术不精，保不准要骑沟里去。范康不想做这么丢脸的事，抓着林庭月胳膊往车上扯。这路我不行，你他送回去，再来接我。林庭月思忖一瞬，扯下打架弄脏的外套丢给范康，跨上摩托车，回头望眼于北堂。范康从旁轻推于北堂去坐。废厂周围都是农田，不会经常有人路过，一个女孩在这的确不安全。林庭月虽有点凶，但没听说过她有特别恶劣或伤人的事。日落西沉，父亲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继续等下去，于北堂也害怕。他到了声线，忐忑地坐上摩托车后座。轰鸣声再次响起。出发前，林庭月回头看眼，突然熄掉火，对范康比了句手语。范康走到于北堂身边翻译：回去的路颠簸，你这样做会被甩下去。于北堂没坐过摩托车，一时茫然。范康手往林庭月腰上一指，大大咧咧说：抱着他。
于北堂伸不出手，这路很颠，抓衣服都不行。范康的手臂从他们中间穿过，抱住林廷月，十指交扣，必须这样紧紧抱住。于北堂脸颊泛起层薄薄的绯红。范康仍没察觉到不妥，张口还要说。林廷月一记眼光看过去，范康才意识到讲话没过脑子，到嘴边的话咽回去，抓头发，歉意一笑，手指摩托车后尾架，抓着他也可以，但要抓紧抓牢。谢谢。于北堂松了一口气，双手向后抓着后尾架，上身与林廷月隔出一圈空隙。见他抓好，林廷月重拧动油门，他脱掉沾染灰尘的外套，身上只有件单薄的 T 恤，衣服洗得发旧，味道却好闻，柠檬味的皂香，清清爽爽。车行驶过平坦路段，于北堂再闻不到林廷月身上的皂香，他快要被颠飞。路面小坑连着大坑，车速又飞快，有几次于北堂感觉马上要被甩出去，死死抓住后尾架才没掉下去。过度紧张，他掌心沁出一层汗，抓不住光滑的后尾架，颠进大坑里时身体弹离座椅，他惊慌失措的大叫，本能向前环住林廷月腰，紧紧抱住。坑洼路段过去，神经还紧绷着，他怕再颠起来，下意识手臂收力，手指内抓，抱得更紧，掌心触到的光滑温热，坚硬有棱角，与 T 恤的触感截然不同。惊恐中，他大脑还没运转过来怎么回事，先感受到少年身体突然一僵，接着地面传来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响声，摩托车猛然刹住。于北堂被从未体验过的急速颠簸吓傻，车停住，都没意识到手摸在哪。林廷月咬牙，指尖在缠裹在他腰腹的手背上敲，少女白皙的肌肤瞬间红了一小块。他烦躁地收回视线，望向碧绿的水稻田，手背传来微微痛感。于北堂停机的大脑轰然运转，掌心竟然不知什么时候贴到林廷月腹肌上。第一天认识就摸到人腰上，他面颊发烫，轻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差点被甩出去，太紧张了，没注意到。”回应他的是汽车轰鸣声，但速度没那么快了。于北堂重新抓住摩托车后尾架，再次和林廷月保持开距离，驶进县城路平坦了，顺畅到楼门口。他下车说了声谢。林廷月掉头朝来时的路驶去，没一点回应。少年身影消失在小巷，于北堂收回目光上楼，边走边感慨：林廷月这人还真如大家所说的那般凶冷难相处，不是那种没礼貌的傲慢，是疏离感很重，就坦荡直白地表明不想与你有任何交集。进家门才知父亲上班去了，赵生是煤矿工人，每天3班倒，工作时井下没信号，手机打不通。饭后，于北堂回房间写题，读着卷子上的英文，脑中没有征兆地蹦出以前寒暑假和母亲出国旅游，于明鼓励他张口和外国人交流的场景，记忆清晰像昨天，人却无法再相见，眼睛泛起一层水汽。他拿书挡着脸，仰头忍了下去。于明海葬那天，在轮船上做最后告别时，他抱着母亲骨灰，当着表哥的面许下承诺会好好活下去。那之后他就没再哭过。